航班起飞以后，一名女子仍在打电话，后排乘客出于安全的考虑，提醒她应该停止通话。该女子却反问：“出事了吗？”写错了，我说好几遍了，写错了。跟那位乘客了，写错了吧？写错了吗？你上车干什么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今年以来，中国旅客在公共场合不文明的行为屡见不鲜。例如呢，在飞机上高声喧哗、争吵，甚至还对空乘人员提出无理的要求。大陆游客举止不文明的报道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呢，并非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中共建政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跌到了谷底，才造成了现在的乱象。能够搭乘飞机的群体往往不属于社会的底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飞机上都上演了什么戏码。你再把你的脚翘过来，你再把你的脚翘过来。啊，这女的一上车就闻我的袜子，来了给你闻。你再翘过来，你四手翘过来。你再把你的脚翘过来。哎，你好。你再把你的脚翘过来，那翘到我脸上去了。刚好录到了。我打你。你好，我脚臭，他一上飞机就舔我的脚臭，我脚臭不臭不轮不到他嘴里，这袜子鞋子都是新的，大家都是有权利那样子。他一上车就倒下，就在为了想分清嘛，就莫名其妙的，真的是。基本上就争执了半个多小时，因为当时是大家都还在上飞机，最后我觉得空姐就帮我调位置，我还是觉得就算了，就远离这种人。近日，一名中国女乘客在飞机上吵闹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她在泰国狮子航空的机组人员争执时呢，竟要求对方讲中文，令人错愕。根据了解，这位女乘客因为航班延误而要求下飞机，甚至要团结其他的中国乘客，展示所谓的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那么，尽管泰国的空服人员多次致歉，但她仍然是情绪激动，要求立即更换航班。重新换一个航班，你们根本就不走，你们要干嘛？请你说中文，不要跟我说泰语。找个会中文的。那你们愿意坐就坐呗。不是小，妈妈，你不能下去，听不能下去，我们下飞机。你要干嘛吗？你不是警察？走了，我要下去了。娃娃子一样。对，还在笑。哎，他还在笑呀，你们还在这坐着呀？对呀，中国人那么好欺负啊！我没有欺负你们。你们怎么回事啊？他们还在笑啊，笑我们呀？对呀，大家要团结起来。该视频曝光以后呢，引发大量的网友热议，留言中不乏批评的声音。例如呢，这就是巨婴行为，小粉红总以为世界围着他们转。这些小粉红可能没坐过几次飞机，心态自卑，总觉得别人是针对自己，结果现在让所有的中国人都丢脸了。事件曝光以后，泰国媒体指出，当日的航班延误可能是与曼谷的廊曼机场航班调度以及天气因素有关系，并非是航空公司单方面的疏失。航空业界人士表示，国际航班延误属于常态，乘客应该需要配合现场的流程，不应该以情绪性的语言威胁要求立刻更换航班。近日呢，一条民航客舱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持续的发酵。事情是发生在7月28号，在四川航空的一趟航班上，一名姓宋的持白金卡的旅客，网友戏称他呢为宋白金。当天他闯入后舱的服务间，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他要求亲自参与摆放乘客餐。面对这样的特殊的要求，乘务员起初是婉拒，并且解释此举违反食品的安全流程。但是宋白金呢情绪非常激动，质问乘务员能摆放飞机餐，我怎么就不能摆？然后开始刁难女乘务长。然后让乘务长来摆，听到没有？那你就前面摆完了，来后面摆。怎么的？24人他能摆，我不是人我不能摆，是吧？今天是出高乘务员啊，我不管，你就让他发水去，对吧？乘务长赶来沟通，明确告诉他，摆餐是后舱乘务员的职责的安排。但宋白金不依不饶的，非要乘务长亲自摆餐。乘务长没有继续争执，默默地完成了摆放。
据悉呢，宋白金在民航圈早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经常干扰机组人员的正常的工作，有一些小事呢就投诉，理由是五花八门。而且不仅如此，他还常向空姐索要微信联系方式，如果遭到拒绝，便以投诉相威胁，一旦成功添加以后，便开始每天骚扰。有一位空姐曾因为长期遭受他的骚扰与威胁，身心俱疲，最终被迫辞职。虽然像宋白金这种人并不常见，但空姐表示，偶尔遇到一个就让人很头疼。这博主是一位空姐，她在视频中讲述了另一位拿着白金卡的姓王的男士奇葩的行为。他说呢，这位王先生对待空姐的态度就像在后宫选妃一样。他在服务间是这样子的哈，看似非常的随便，跟我们聊完以后，指着主任乘务长说，主任乘务长对他非常的尊重，一直叫他王先生王先生的，叫什么王先生啊，你真太不专业了，叫王哥知道吗？主任乘务长是叫不出口的啊，笑了2下，奉承了一下，完了以后他指着服务间，就看似非常不经意的说，你们吃什么水果啊？给我看一下啊，橘子是吧？剥开让我尝一下，还可以，给我打包了吧？啊，机组乘务员配的水果让我们给他打包了，打包了就算了，还说飞上配备的这个苏打水也都给我装了哈。哎，对了，我刚才放在你们那个柜子里面，对，他的包要求不准放在行李架上，必须要放在我们放包的地方。其实我们放的都是犄角旮旯，但他觉得那个很高大上，他的包也要放在那个地方，就直接给我装在我的包里面就行了啊。哎，你还有你，一会儿你们都把你们的电话号码抄给我啊。这位空姐说，如果你处在那个职位上，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拿着终身白金卡的客人，你敢不给他电话吗？你要不给，说不定还没等飞机落地，他就投诉你了。这样的例子简直太多了。然而呢，给他电话以后，飞机落地刚半个小时，他的简讯就会发过来，我是飞机上的王哥，加一下我微信吧。博主说，这种人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任何的魅力，但是只要他有一点点的权利，他就会用来拿捏你，要挟你。一旦被他们投诉，空服员不论是否有错，都得先写报告，接受调查，轻则是影响绩效，重则影响升迁，甚至可能面临停飞处分。这种难伺候的高端乘客，在航空业内逐渐成为让空姐闻之色变的都市传说。他们手中白金卡不再是便捷出行的象征，而是用来压迫空服员的尚方宝剑。那么，什么是白金卡呢？在某航司有9年飞行经验的空姐孟莎表示，航空公司通常会依据旅客累计的飞行里程、乘机的频率或消费的金额，将旅客划分为不同的等级的会员。金卡与白金卡乘客属于高端的用户，往往能为航空公司带来更可观的利润。普通乘客1个月可能搭乘3、4次的航班，而白金卡用户的飞行频率甚至可以达到每个月40次。在孟莎的职业生涯当中呢，许多令人头疼的事情都与这些高端乘客有关。他回忆到，有一次飞机航程较短，所以航班不能够为乘客提供餐食。一位高端用户坚持要吃空乘人员的工作餐，乘务长只好设法提供了头等舱的餐食。但是该乘客吃完 A 套餐后表示不满意，又要了 B 套餐与 C 套餐。最终他吃下了4份套餐，但是仍是心存不满，离开飞机时都没有说一句道别的话。还有一次呢，一位金卡乘客带着2个沉重的行李箱登机，放下箱子后便径直坐下，示意孟莎将行李放入行李架。航班结束以后，他要求孟莎将箱子拎出飞机，一路搬到登机梯的下方。孟莎向他道别时，他一声不吭地径直离去，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孟莎说呢，在制度尚不健全的环境之下，前线的空乘人员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举例说，今年2月份，新加坡航空一架从樟宜机场飞往上海浦东的航班，在滑行准备起飞阶段，一名中国女子违反规定，要求使用洗手间，遭到拒绝以后，情绪非常激动，大声争吵。新航随即停止起飞，将该乘客送回了航站楼。孟莎感慨道，如果是在国内出现这种情况，那简直就是天塌了。国内航空公司因为担心得罪乘客，影响正点到达，担心可能面临一系列投诉，因此不太会坚持原则。那么由于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国内空乘人员面对乘客无理取闹时呢，常常处于是被动的状态。他说，我们就像是没有人权的机器，
例如，当乘客在机舱内偷拍空姐时，空姐不能够直接制止，而是必须先以温和的语气确认对方是否在拍摄自己。如果直接要求停止拍摄，乘客可能会反击：“谁拍你了？我在拍飞机。”相比之下呢，他记得一些国外的航空公司在柜台上有贴出一些告示：乘务员拥有肖像权，未经允许，请勿拍摄。这种制度性的保护不仅体现了航司对员工权益的尊重，也让一线空乘人员处理这类问题时呢，不用太担心，因为身后有航司的支持。8月7号晚间，在南方航空从深圳直飞大连的班机上，一名男孩用脚踢前面座位，引发乘客打架。事件起因是飞机上一名男孩一路上不断地用脚踹前排座位，前排女乘客起初保持克制，多次礼貌提醒孩子父母要加强管教，但对方却始终是置若罔闻。在多次沟通无果以后，女乘客骂了男孩子，这让男孩安静了一会儿。但是当飞机进入下降阶段时，男孩故意撞女乘客，致使她的耳机掉到地上找不到了。在飞机完成了着陆滑行以后呢，男孩父母及另外2名亲属一下子围了上来，突然间对女乘客大打出手，狭小机舱内顿时陷入了混乱。女乘客坐在过道上大喊报警，立刻报警，他推我。那孩子的妈妈则说，他还是个孩子，你太过分了。这位乘客与空姐赶紧拉架，可是怎么也拉不住，最后机组只能叫了机场的保安，几个人被带去了派出所。民警表示，4个人的行为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拘留，并加以罚款。女乘客则表示拒绝调解，坚持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她说呢，我不是较真，是他们太过分了。孩子小不是作恶的盾牌，家长不管教，社会就得替他们教。今天和解了，明天他们还仗着孩子小欺负别人。网友表示，必须严重惩罚，以儆效尤。如果是草草了事，以后孩子更是无法无天。这样纵容孩子，孩子的未来可能是奔向监狱，这可绝不是危言耸听。2021年5月9号，在北京首都机场，一名女乘客仅仅买了经济舱的机票，却擅自闯进公务舱占座，导致真正购买该座位的旅客却没有座位。那么从现场视频来看呢，这名女子仰躺在公务舱宽敞的座椅上，身披毛毯，神情淡定。2名民警站在她身旁，试图劝她离开飞机，但是该女子用毛毯将头部盖住，拒绝配合。在了解完相关的情况以后，民警再一次与她沟通。你别有问题啊！我是首都机场民警啊！我现在告知你，你现在已经被机场击打了，知道吗？你现在走不了。你现在能自己跟我下飞机吗？来，起来。你帮帮他，赶快帮帮他，赶快走。哎，放开我！走了，走了，站了。根据机场相关规定，如果经济舱乘客希望升舱至公务舱，需要在公务舱有空位的前提之下补齐票价差额，方可以办理升舱手续。据目击者透露，该女子声称自己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专业。此言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许多人感到难以置信，作为国内顶尖学府的北京大学，怎么会培养出如此缺乏常识与素养的毕业生呢？不过呢，也有很多网友认为他只是随口胡诌而已。有的网友说，这种人脸皮实在是太厚，根本就是无赖。其实呢，就是一种占便宜的心态。如果当真身体不适，可以提前和空乘说明，一般都可以协商。有位网友说呢，不感到稀奇，我10几年前就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我轻声细语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座位，不好意思，请您让一下。那位妙龄女郎的回答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她说，我就不走，你能怎么着？有人说，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生活就要无耻，太有礼貌有公德心，反而会被人欺负。在这种社会中，真的是不知道如何生活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